蔬菜居然也会毁掉你的关节。提到伤害关节的食物，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甜食、红肉或高油脂食物。然而，有传言指出，有3种常见蔬菜正悄悄地伤害着你的关节健康，其中第一名更是家家户户餐桌上都有的常客。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不少年长者膝盖痛，却每天还在吃它们，甚至浑然不觉自己中了招。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要深入探讨这3种被称为关节杀手的蔬菜，看看它们到底是如何对我们的关节造成影响，又是否真如传言所说那么可怕。同时，我们也会综合专家意见，告诉大家究竟该不该因为关节痛就完全避开这些蔬菜，以及有哪些食物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健康。我们将从第3名开始，一路揭晓到第1名，这个家家都在吃的头号关节毁灭者。请各位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真相可能出乎你的意料。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场关节保卫战的揭秘之旅。首先揭晓排名第3的关节杀手蔬菜青椒。没错，就是许多人日常炒菜做色拉喜欢放的那种鲜艳翠绿的青椒。青椒清脆多汁，富含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营养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健康蔬菜。然而青椒竟然也上了毁关节榜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传言指出，青椒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名叫凝集素。凝集素是什么？乍听之下有点陌生，但其实它广泛存在于许多植物中，从豆类、全谷类到某些蔬菜水果都含有凝集素。它对植物来说是防御害虫的天然武器，因为这种蛋白质可以和特定的糖分子结合，干扰昆虫或动物的消化。不过对我们人类来说，凝集素就像一把双面刃，一方面某些凝集素具有抗氧化、抗肿瘤等潜在好处，但另一方面它们也被质疑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在青椒中发现的凝集素被一些人视为潜伏的健康威胁。传言声称，青椒里的凝集素进入人体后难以被消化分解，会破坏肠道的保护膜，在我们的消化道壁上钻洞，让原本阻隔在肠道内的有害物质跑进体内。试想一下，当肠道屏障被削弱，各种细菌毒素和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残渣就可能长驱直入血液中，这会引发什么后果？支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身体的免疫系统可能因此被激活，将这些入侵者视为敌人，结果导致全身性慢性发炎反应，而我们的关节就是可能受害的对象之一。慢性发炎会让关节的滑膜组织肿胀，软骨加速磨损，长期下来关节疼痛僵硬的问题就找上门来。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开始怀疑，难道每天吃的青椒其实在体内埋下了发炎的种子？有些人回想起来，真的觉得每次吃了青椒炒蛋、青椒牛肉后肚子有点胀气，甚至觉得膝盖隐隐作痛。这是巧合还是青椒在作怪？有些注重健康的朋友甚至因此开始对青椒敬而远之。网络上出现的所谓抗凝集素饮食的风潮，主张远离包括青椒在内的某些蔬菜，理由正是要避免体内慢性发炎，保护关节和肠道健康。那么青椒里的凝集素真的有这么大杀伤力吗？让我们暂时放下恐惧，用科学的眼光看看这件事。首先要强调的是，凝集素确实存在于青椒中，但含量非常低。比起青椒，其实生豆类，例如红腰豆、四季豆和某些谷物中的凝集素含量高得多。大家或许不知道，生的红腰豆里的凝集素如果未被破坏，吃下去会引起严重的食物中毒，这就是为什么红豆一定要煮熟透才能吃的原因。然而我们平常吃青椒几乎不会生吃一大盘生青椒吧？烹调过程是关键，凝集素这种蛋白质非常怕热，在高温下结构就会被破坏。当我们把青椒用热水汆烫，或者下锅快炒，加热几分钟，其实大部分凝集素的活性已经被大幅削弱。换句话说，正常烹饪后的青椒，其中凝集素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为什么还是有人将青椒视作关节隐形杀手呢？原来这与现代营养学界一个热门但具争议的概念有关，叫做肠漏症候群。简单说，就是指肠道壁因各种原因变得漏水，让不该进入血液的分子
跑了进去，引发全身发炎。有些理论认为，难以消化的凝集素可能是造成肠漏的一个因素，因此某些自体免疫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在理论上或许该避开富含凝集素的食物。这种观点近年来透过几本畅销书广为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是2017年出版的一本健康书籍，作者是一位美国心脏外科医生转行的营养专家。他在书中把凝集素称为破坏健康的隐形毒素，建议人们远离豆类、叶线类蔬菜，如番茄、茄子、青椒，甚至全谷，来避免各种发炎疾病。许多读者听了他的理论，纷纷尝试所谓无凝集素饮食。有些人声称关节疼痛真的获得缓解，然而主流科学界对此仍持保留态度。骨科医师和风湿科专家们指出，目前没有充足的医学证据证明正常食用青椒会直接导致关节发炎或退化。相反地，青椒富含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和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这些成分其实对减少发炎还有益处呢。所以临床上骨科医生并不会因为青椒含有一点点凝集素就告诫病人完全不准吃青椒。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你喜欢青椒的风味和营养，只要均衡饮食，适量食用，青椒仍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无需视其为毒药。话虽如此，每个人体质不同，如果你发现自己吃了青椒后常常觉得肠胃不适，关节隐隐作痛，不妨自行实验一下，暂停吃几周青椒，观察症状有无改善。如果有明显好转，或许表示你对某些食物成分比较敏感，那日后就少吃，甚至不吃青椒也无妨。但如果没什么差别，那大可放心享用美食，毕竟生活品质和营养摄取同样重要。总结一下，青椒本身并不是什么剧毒之物，它被传言点名，主要是因为其中所含的凝集素引发了人们对慢性发炎伤关节的联想。在科学尚未给出定论前，我们大可以持开放态度，既不要盲目相信青椒会毁掉关节的耸动说法，也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不适信号。适量、均衡、多样化依然是饮食保护健康，包括关节健康的金科玉律。接下来揭晓排行第2的关节杀手蔬菜茄子。茄子那柔嫩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使它成为中西餐桌上的常见佳肴。无论是中式的鱼香茄子、蒜泥茄子，还是西式的烤茄子、意式茄汁千层面，我们都能品尝到茄子的身影。茄子富含膳食纤维和花青素，对心血管有益。然而，就是这么一种看似健康的紫色蔬菜，也被传言列入了黑名单。到底茄子怎么会和关节问题扯上关系呢？罪魁祸首被指向茄子中的一种天然化学物质，叫做茄碱，也就是龙葵碱。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茄子的专属成分，其实龙葵碱广泛存在于整个茄科植物家族，包括马铃薯、番茄、青椒、辣椒等。没错，我们刚刚说的青椒也属于茄科，因此也含有些微龙葵碱。龙葵碱是什么来头呢？原来这又是植物的一种防御性武器。茄科植物为了对抗昆虫啃食，在果实或块茎里累积了龙葵碱这种生物碱。当昆虫或动物大量取食时，龙葵碱会干扰它们的神经系统，让它们产生不适甚至中毒。如此一来，植物就避免被吃光光。然而，对人类而言，龙葵碱同样不是什么友善的物质，摄入过量的龙葵碱是会引起中毒的。最常听到的例子就是发芽的马铃薯。马铃薯发芽或表皮变成青绿色时，龙葵碱含量暴增，误食可能导致严重的恶心、呕吐、头晕、四肢无力，严重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长辈们常提醒我们，发芽变绿的马铃薯一定不能吃，就是这个原因。相较之下，茄子里的龙葵碱含量要低得多，一般正常成熟的茄子所含的量不足以让人中毒。但传言并没有就此放过茄子，而是强调即使微量的龙葵碱长期下来也可能对某些人的关节造成伤害。传言中对茄子的指控是这样的：茄子皮含有的茄碱、龙葵碱会在肠道保护层上钻出微小的孔洞，听起来跟前面的凝集素有异曲同工之妙，导致肠道渗漏。
进一步引起全身的低度发炎反应，其结果可能是关节疼痛加剧，同时还伴随一些全身症状，例如头昏沉、平衡感变差、肌肉无力等。尤其是60岁以上的长辈，据说对茄子的这种毒素更加敏感。传言甚至说，吃太多茄子可能让长者手指僵硬、膝盖灼热、腿脚无力、走路不稳，增加跌倒的风险。这些描述可谓相当骇人听闻，仿佛茄子是潜藏在老人餐桌上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听到这里，也许有的观众会心有戚戚焉。现实生活中，还真有人怀疑自己的关节疼痛跟茄子有关呢。举个真实的案例，一位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平时靠着服用姜黄素、维生素 D 等营养补充，保持病情稳定。然而，他因特别喜爱茄子，每天都吃不少烹调的茄子。没想到一段时间后，关节疼痛突然加剧到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这可把他和医生都吓了一跳。深入追问之下，主治医师发现这段时间患者饮食中茄科蔬菜摄取量激增，于是怀疑茄子可能是诱因。这位医师正是台湾知名的肾脏科医生江守山。他提到有动物研究证实龙葵碱会恶化关节炎的症状，于是他建议这位患者立即停止食用茄子和番茄等茄科蔬菜。令人惊讶的是，患者采取建议后，症状果然大幅改善，关节疼痛的发作频率明显降低。江医师因此提醒，对某些特定体质的人而言，茄科植物里的龙葵碱可能是触发关节炎的元凶之一。科学上也有一些线索支持这种说法，例如有研究者在动物实验中给实验鼠喂食高剂量的龙葵碱，结果发现那些原本就有关节炎倾向的小鼠，关节的炎症反应变得更严重了。龙葵碱被认为可能干扰了一些神经递质或免疫路径，从而加剧疼痛和发炎。当然，动物实验毕竟不能等同于人体，但至少提供了一个警讯。茄科植物的某些成分对关节炎症状可能有不利影响。话说回来，我们一般人吃茄子真的需要如临大敌吗？营养师告诉我们，其实茄子的好处多多。茄子丰富的花青素是强力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抗发炎、保护细胞。茄子的高纤维有利于消化道健康和维持体重。事实上，茄子在许多地中海国家的菜肴里是长寿饮食的一部分。他们老人家的关节健康并没有因为吃茄子普遍出问题。因此，专家认为适量食用成熟且煮熟的茄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且健康的。至于茄子皮中的龙葵碱含量相对极低，而且我们通常也不会天天大量吃茄子，所以很难达到会危害健康的程度。不过，正如前述案例所揭示的，每个人体质不尽相同，可能有极少数，例如1%左右的人对茄科植物特别敏感，他们的身体也许就是那根对龙葵碱特别在意的导火线，一点点火花就能点燃大火。如果你怀疑自己属于这类体质，不妨进行饮食调整试验，将茄子、番茄、马铃薯、青椒等茄科食物全部暂时切除几周，观察你的关节症状变化。如果明显好转，那日后可能就得对茄科蔬菜忌口或减量，但如果没有差别，那大可以安心继续享用美味的茄子料理。还有一个小建议，如果担心龙葵碱，马铃薯削皮后再烹调，可以大幅降低龙葵碱摄入，因为马铃薯皮中的龙葵碱浓度是马铃薯肉的数十倍。虽然我们主要在讨论茄子，但马铃薯和番茄同属茄科，日常料理时多留意这点，有助于降低不必要的风险。至于茄子本身，只要挑选新鲜、没有腐坏或过老的，并且烹煮至全熟，基本上不需要太担忧。综合而言，茄子被列为关节杀手。第二名背后是龙葵碱可能引发发炎的理论基础，但这个效应对一般人非常有限。主要需注意的是已有关节炎或自体免疫问题的族群。如果你或家中长辈属于这类高危人群，留心茄科蔬菜的摄取，或许有助于减少关节不适。但对更多没有这方面困扰的人而言，均衡饮食中加入茄子反而能提供抗氧化保健关节的一环呢。现在万众瞩目的第一名终于来了，这位被点名的关节杀手，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
甚至每天都在餐桌上与它相遇。它就是马铃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平民美食，又称土豆、薯仔。马铃薯可以说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炸薯条、薯片、马铃薯炖肉、咖喱薯仔，光是想想都要流口水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朴实无害的根茎类蔬菜，被传言冠上了毁掉关节的骂名，而且高居榜首。到底马铃薯哪里对不起我们的关节了呢？首先，传言把矛头指向马铃薯的淀粉属性。马铃薯富含淀粉，尤其是所谓的单糖淀粉，其实就是容易迅速分解成葡萄糖的淀粉。传言说，马铃薯吃下去后，身体会很快把它转化成糖分，导致血糖飙升。更耸动的是，有人声称马铃薯的升糖指数 GI 值比白砂糖还要高，也就是说，吃一份马铃薯泥对血糖的影响，可能还超过你直接吃一汤匙糖。血糖快速飙升之后，又会迅速下降。这种大起大落会带来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引发发炎反应。科学家发现，高血糖环境会促使身体产生更多促发炎因子，而且糖分在体内还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一些对组织有害的终末糖化产物 AGEs， 这些都会加重炎症。关节作为身体的重要组织，当然也难逃波及。长期下来，炎症会损害关节软骨和滑膜，导致疼痛和退化。除此之外，血糖的大幅波动还会让人感到疲劳、嗜睡。不少人吃完很多精致淀粉后，会有饭气攻心的感觉，就是这个道理。对年长者而言，饭后疲倦可能减少运动意愿，长期下来体重增加，肌力下降，如此一来对关节更是不利。再者，马铃薯带来的另一个间接问题就是体重管理。马铃薯本身热量并不算非常高，但它太好吃了，常常一不小心就吃多，而且它往往以高热量的形式出现。举例来说，油炸成酥脆薯条或洋芋片，卡路里爆表。即使是马铃薯泥，很多人也喜欢加大量奶油或肉汁调味。一旦我们因为爱吃马铃薯而摄取过多热量，导致体重上升，那对关节的压力可谓直接且明显。膝盖是最典型的例子，每增加1公斤体重，膝关节承受的压力会以数倍增加。许多中老年人的膝关节退化，疼痛其实主要元凶就是长期超重使关节过劳磨损。如果马铃薯等淀粉食物大量食用，造成肥胖或过重，关节退化自然会加速。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直白，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总以为蔬菜是健康食物，不会发胖，但马铃薯其实算是淀粉主食的一种，吃多了一样会变胖啊。讲到这里，马铃薯好像千错万错，几乎和糖、肥胖划上等号。难道我们以后真的要对马铃薯敬而远之？先别急，我们再深挖一层。传言中提到，马铃薯的 GI 比砂糖还高，这说法需要仔细斟酌。所谓升糖指数 GI 是用来衡量食物 raise 血糖速度的指标，参考值通常以纯葡萄糖的 GI 值100为基准，白砂糖、蔗糖的 GI 值大约在65左右，而不同烹调方式的马铃薯 GI 值差异很大。烤马铃薯可能高达85以上，但冷却后的马铃薯沙拉 GI 反而降低。红皮马铃薯和白马铃薯的品种差异、烹煮时间长短等都会影响 GI。因此，笼统的说，马铃薯 GI 比糖高，有些以偏概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铃薯属于高 GI 食物，尤其是热腾腾松软的烤马铃薯。马铃薯泥确实能迅速升高血糖。高 GI 食物并非绝对的坏人。对于运动员赛后补充能量或者低血糖患者，快速升糖反而有益。但对一般久坐不动的中老年人来说，长期大量摄取高 GI 食物的确不利健康，因为它们和第二型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问题息息相关。而代谢症候群包含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腰围肥胖等，本身就会造成全身慢性发炎反应，被认为是促使关节退化的一大因素。换句话说，马铃薯如果吃太多，一方面可能直接触发炎，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肥胖、代谢问题，两条路都通向关节健康的隐患。除了淀粉和升糖的问题，马铃薯其实还有与茄子相似的一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龙葵碱。事实上，
马铃薯是一般人日常饮食中接触龙葵碱机会最高的食物。虽然新鲜完好的马铃薯龙葵碱含量并不高，但一旦保存不当导致发芽或表皮变青，龙葵碱浓度就飙升数十倍。曾经有报道案例，某些地区的人在饥荒年代吃了大量发芽马铃薯，结果出现集体中毒，症状包括严重的呕吐、下痢、意识模糊，甚至出现幻觉、癫痫等神经系统症状。由此可见，马铃薯体内潜藏的龙葵碱在极端情况下是多么危险。平时我们吃的马铃薯料理虽然不至于中毒，但如果每餐都连皮大量摄取马铃薯，体内龙葵碱积累的可能性也比吃茄子高。因此，有专家建议，中老年人如果特别爱吃马铃薯，又有关节炎等困扰，最好将马铃薯削皮后再煮，以减少龙葵碱摄取。同时，也要避免吃到发芽或皮色发青的马铃薯。其实，将马铃薯去皮不光是为了龙葵碱，还因为马铃薯皮纤维较粗糙，对某些肠胃敏感的人不易消化，引起肠胃不适，而肠胃发炎也可能间接影响关节健康。说了马铃薯这么多坏话，让我们来平反一下马铃薯的形象。毕竟马铃薯也是有很多营养优点的，它富含维生素 B 群、钾离子和维生素 C， 尤其是在新鲜马铃薯中，钾有助于控制血压，维持心脏健康，而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形成至关重要。胶原蛋白又是软骨的主要成分之一，所以适量吃点马铃薯对我们的关节并非全无益处。另外，马铃薯的膳食纤维也不算低，可以促进肠道健康。欧洲一些长寿老人也爱吃马铃薯，比如被称为百岁村的意大利撒丁岛，他们传统食物就包括马铃薯、面饼等，当地人膝盖也没集体坏掉。所以马铃薯本身不是毒药，关键在于如何吃，吃多少。如果要健康的享用马铃薯，给中老年朋友几点建议：控制分量，一次不要吃过多，以免血糖剧烈波动。选择健康的烹调方式，如烤马铃薯、清炖马铃薯，尽量别老是炸薯条、薯片这种高油高盐吃法，以及如前所述避免食用已发芽或带皮的马铃薯。做到这几点，马铃薯完全可以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而不至于成为伤膝盖的真凶。综上所述，马铃薯之所以被列为第一名关节杀手蔬菜，是因为高淀粉、高 GI 可能引发的发炎和肥胖问题，再加上龙葵碱的潜在风险，这些因素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但也不需要过度恐慌。只要聪明的摄取，马铃薯依然可以为健康所用，而不是健康隐患。现在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传言中的三大关节杀手：蔬菜、青椒、茄子和马铃薯。你可能注意到了，它们其实有不少共同点。没错，青椒、茄子、马铃薯其实是一家人，它们同属于植物分类学上的茄科。茄科还包括番茄、辣椒，甚至烟草等。茄科植物有个特征，就是很多都有某种程度的毒性或生物碱，例如曼陀罗花、颠茄，又称颇有戏剧色彩的 Deadly Nightshade 及致命叶蟹等，都是茄科中剧毒的植物。但茄科中也有许多人类餐桌上的好朋友，如上述的蔬菜们。这种易药易毒的特性，使茄科植物自古以来就引人关注和猜疑。历史上，其实人们一开始对茄科的番茄和马铃薯也充满戒心。传说17世纪的欧洲，有人认为番茄是毒苹果，不敢入口。马铃薯刚传到法国时，农民也宁可饿肚子都不肯吃这怪根，因为觉得长得像有毒的块茎。后来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才渐渐接受了这些茄科蔬菜，发现它们其实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然而，茄科有毒的阴影似乎从未真正消散，只是不时换种形式出现。如今，我们讨论的凝集素、龙葵碱，可以说正是茄科植物那些化学防御武器在人类健康议题上的延续影响。青椒的凝集素、茄子的龙葵碱、马铃薯的龙葵碱和高淀粉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健康的潜在影响都与慢性发炎有关。凝集素可能使肠道通透性增加，引发免疫反应；龙葵碱可能干扰神经和细胞功能，加剧炎症；高淀粉高 GI 则会引起血糖骤升，诱发身体发炎。这三条路径最后都通往一个终点：身体发炎反应的增加。而我们知道，
慢性发炎被认为是包括关节炎在内多种退化性疾病的幕后黑手之一。有人形象地将发炎比作体内的隐形烈火，会烧坏血管、烧坏关节，甚至烧坏大脑。在这样的观点下，任何可能添柴加火的因素都被格外警惕，包括我们盘中看似无害的蔬菜们。不过，值得再强调的是，剂量决定毒性这句科学原则，在一般均衡饮食中，青椒、茄子、马铃薯所提供的那点凝集素和生物碱，远远达不到明显伤害健康的程度。如果真的要避免一切发炎诱因，那清单可就长了去了。高糖、高脂、加工食品当然在列，但连咖啡、茶，甚至过度运动都可能引起短暂发炎反应呢。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把所有食物都当毒物。如果没有对症的医学建议或自身强烈不适反应，大可不必对茄科蔬菜避之唯恐不及。那为什么有些人切实感觉少吃这些蔬菜后关节比较舒服？这可能归功于个体差异以及心理暗示。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就是对某些食物成分更敏感，微量的刺激也可能累积成大问题，这在医学上称为食物不耐受或食物敏感性。而另一些人减少某类食物后，可能同时也改善了整体饮食，比如少吃薯条薯片后，它的油炸食品总量降低，整体变健康了，关节自然感觉好些。这未必是马铃薯本身的错，当然心理因素也可能参与其中。当一个人相信某种食物对自己有害，停止摄取后因心理压力减轻，身体症状也可能获得缓解，这就是所谓安慰剂效应或心理暗示效应。综合来看，把青椒、茄子、马铃薯称为毁关节三宝，有点言过其实，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提醒我们注意茄科植物中的特殊成分，以及控制淀粉摄取对中老年人关节健康的重要性。更深一层，这个话题凸显出现代人对慢性发炎的忧虑，以及对日常饮食中潜藏风险的关注。或许更重要的是，引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有哪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吃法，其实可能累积了不利健康的因子。讲了这么多坏消息，接下来我们要带来好消息了。既然有些食物可能对关节不利，那有没有食物是对关节有益，能保护我们的膝盖和软骨的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爱护我们的关节，我们可以在饮食中多添加一些关节好朋友。下一节我们就来介绍几种有益关节健康的食物，让大家在避免潜在风险的同时，也能积极地从食物中获取保护关节的力量。既然传言点名了3种坏蔬菜，我们也来聊聊有哪些好蔬菜可以帮助减轻关节疼痛，保护关节健康。其实营养学界和医学界对这方面早有一些研究和共识。一些蔬菜富含抗发炎和抗氧化的成分，长期摄取有助于减缓关节退化，减少炎症反应。我们这里也点3个名字，来个对照组，让大家在日常饮食中有些方向。绿花椰菜、西兰花，这或许是目前研究最多的护关节蔬菜之一。绿花椰菜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它含有一种强大的植物化合物，叫萝卜硫素。科学家发现，萝卜硫素可以抑制体内的发炎因子，比如阻断某些启动发炎反应的酵素。针对骨关节炎的研究显示，萝卜硫素能减缓软骨的磨损。有实验甚至发现，让关节炎的小鼠摄取萝卜硫素后，它们的软骨破坏速度明显放慢。当然，小鼠实验不代表能直接治疗人类关节炎，但至少指出了一个方向，多吃绿色蔬菜可能有助于维持关节健康。除了萝卜硫素，花椰菜还富含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维生素 K 是形成骨骼和软骨基质的重要因子，缺乏它可能导致软骨钙化、关节硬化。维生素 C 则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需元素。胶原蛋白就像关节的弹簧，让我们的关节有韧性。更妙的是，花椰菜热量低，纤维丰富，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可谓从多方面守护膝盖。建议烹调时稍微清蒸或快炒，别煮太久，以保存营养。菠菜，这是另一种对关节很友善的绿叶蔬菜。很多人知道菠菜补铁，对贫血好，却没注意其实菠菜也能帮助关节。关键在于菠菜含有丰富的天然硝酸盐，
人体会将其转化为一氧化氮，而一氧化氮能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良好的循环意味着关节处的微血管可以把更多氧气和营养送达软骨和组织，同时带走代谢废物，减轻炎症。一项研究指出，腿部血液循环不良的人更容易膝盖疼痛，因此菠菜等促进循环的食物对年长者很有益。此外，菠菜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如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些成分抗氧化、抗发炎，在实验中被发现能减少发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菠菜还有镁和钾，有助于肌肉和神经功能，间接也支持关节周围肌肉的健康，让你活动更稳健。有意思的是，传统中医也认为菠菜能养血润燥，对筋骨僵硬、麻木有帮助。烹调菠菜时，可以快炒或烫熟，时间不宜过长，以免营养流失。也可以将新鲜菠菜加入果昔，生食取得最大量的维生素。胡萝卜，别看胡萝卜平平无奇，它对关节的好处可一点都不普通。胡萝卜因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而著名，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是维持上皮细胞健康的关键。关节的滑膜内层和软骨表面也都有一层细胞，需要维生素 A 来保持完整，防止磨损和发炎。另外，胡萝卜有各种多酚抗氧化物，可以对抗关节内的氧化压力。你或许听过吃胡萝卜顾眼睛，其实对关节来说也类似，它减少了关节细胞受到自由基破坏，让我们的膝盖不容易老花。有研究指出，经常摄取胡萝卜等橙色蔬果的人，关节炎的发病率较低。除了吃，胡萝卜中提取的类胡萝卜素还被用于开发关节炎的保健品呢。在料理上，胡萝卜要稍微加热或加点油烹调，才能释放更多贝塔胡萝卜素给人体吸收。例如清蒸一下，或用橄榄油小火炒一炒，都是不错的选择。以上3种蔬菜只是例子，当然还有很多食物对关节有益。例如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深海鱼，有抗氧化、抗发炎作用的姜黄、生姜，含有维生素 C 的奇异果、橘子等等。重点是，我们不仅要避免坏的，还要主动摄取好的，透过饮食来调节发炎体质，既是预防也是保养。很多长辈以为膝盖痛就是年纪大了没办法，但其实透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还是可以大大降低疼痛发生的频率和程度。